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我们每天接收的无数资讯中，大家一定常常听到一种非常直觉的说法，那就是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很多人在潜意识里认为，运动赛事应该要是一个纯粹的真空地带，大家期待运动员只要专心在场上奔跑、跳跃、得分就好，完全不应该牵涉到任何复杂的社会议题或国际角力。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但也非常一厢情愿的社会幻想，对吗？我们都渴望在辛苦工作一天之后，能够遁入一个没有纷扰的纯粹竞技场，享受纯粹的输赢。但是，这种所谓纯粹的体育，在现实世界中真的存在吗？今天这集节目，我们要来进行一场深度的知识拆解，彻底打破这个长期以来的迷思。我们将会从最根本的逻辑出发，带大家探讨体育与政治之间那条从人类有竞技历史以来就永远无法被真正剪断的连结。为了让大家有系统地吸收今天的硬核知识，我们的分析架构将分为5个维度。首先，我们会探讨纯粹体育这个概念为什么是一个迷思。接着，我们会带大家回顾历史上几个具足震撼力的体育政治时刻。第3步，我们要在逻辑上厘清，如果真的要排除政治，到底谁有资格来定义什么是政治行为？第4步，我们会推演一套严格的审查制度在实务上会付出多么荒谬的代价。最后，我们会探讨为什么捍卫运动员的言论自由，其实就是在捍卫体育本身的价值。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我们直接进入第1部分，纯粹体育的迷思，也就是竞技与国家之间那种无法切割的必然连结。其实，当我们在热烈讨论国际体育赛事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只要这场比赛涉及到国家代表的概念，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极度强烈的地缘政治行为。各位想想，当一位运动员穿上印有国旗的球衣，听到国歌响起，站上国际舞台的那一刻起，他就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个人了，他身上背负的是一个国家的集体认同、历史记忆，甚至是一种外交软实力的展现。这种代表国家的行为，其本质就带有非常深刻的政治分量。我们绝对不能一方面为自己的国家队赢球而摇旗呐喊，另一方面又自欺欺人地说这一切跟政治毫无关联。为了让这个概念在逻辑上更加精确，我们必须把体育场上的政治区分为2种形态：被动的政治与主动的政治。所谓被动的政治，指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状态，它隐含在代表一个国家或是一种特定身份认同之中。我举一个非常生动的历史案例：如果在世界杯足球赛中，英格兰队赢了一场比赛，这当然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但是如果英格兰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正面击败了法国队，那个意义就完全不同了。为什么？因为这牵涉到英国与法国之间长达数百年的历史恩怨与百年战争的记忆。如果英格兰队更进一步，是在法国的土地上击败法国队并赢得世界杯，那在球迷心中，这简直就是体育成就里的神圣3位一体了。这就是被动的政治，它根本不需要任何人开口发表政见，历史的重量与国家的对立，自然就会赋予这场比赛巨大的张力。相对的，主动的政治则是运动员有意识地、刻意地针对某些社会或政治议题公开发声或做出抗议动作。这2种政治形态共同构成了体育赛事永远无法摆脱的双重结构。我们继续聊下去，既然厘清了基础概念，我们进入第2部分，历史上的政治体育时刻，来看看被动政治与主动政治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具体展现。既然我们已经理解了政治属性的威力，我们就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将体育与更宏大的政治叙事完全剥离，不仅在现实中是完全无法想象的，而且坦白说，这也是我们不应该期望的结果。因为正是这些浓厚的政治与时代背景，赋予了体育赛事那种史诗般的灵魂。让我们把时间倒转，仔细检视历史上几个绝对无法被忽视的经典时刻。把时间拉回将近90年前，1936年的柏林夏季奥运会，
当时的德国正处于纳粹集权统治之下，整个国家机器都在大力宣扬所谓的亚利安人种优越论。在那样的氛围下，美国代表队的杰西·欧文斯站在了100公尺短跑的起跑线上。各位要知道，欧文斯当时只有23岁，他是一名来自美国阿拉巴马州的非裔美国运动员。他只身一人站在一个以种族歧视为核心的集权体制的心脏地带。在那一个当下，欧文斯光是站在那里，本身就是一个震耳欲聋的政治行为。当起跑枪响起，短短的10.3秒钟之后，欧文斯以领先对手超过6公尺的绝对优势夺冠。他用纯粹的实力彻底粉碎了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宣传。他随后又拿下了跳远200公尺短跑以及400公尺接力的金牌。这不仅仅是体育的胜利，这在当时更被自由世界视为一种强烈的预言，预言了同盟国最终将在2战中击溃轴心国。接着1967年，拳王阿里因为宗教信仰与反战立场，公开拒绝美国政府的增兵令。这个决定震撼了整个体坛与美国社会，这也成为后世主动政治最强烈的历史印记。再把时间往后推，冷战时期的对抗更是将体育政治化推到了最高峰。1722年的慕尼黑奥运男子篮球决赛，苏联队在几度混乱与充满争议的最后3秒钟击败了美国队。这场比赛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对撞，甚至到了今天，当年美国队的球员依然拒绝接受那面银牌，那些银牌至今还被死死地锁在瑞士的保险库里。而到了1980年的冬季奥运，由大学生组成的美国男子冰球队，在被称为冰上奇迹的史诗级逆转中，击败了看似不可战胜的苏联国家队。这些赛事之所以伟大，被后人反复传颂，正是因为他们背后承载着2个超级大国的意识形态生死决战。当然，除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宏观对抗，个人运动员突破社会藩篱的过程，同样是丰富我们体育体验的关键政治时刻。比如美国网球名将亚瑟·艾许，他成为了第一位赢得网球大满贯单打冠军的黑人男性。他的每一场胜利都在强力敲击着当时网球界长期的种族壁垒。再看看当代的体操天后西蒙·拜尔斯，她公开面对并克服了心理健康的艰难困境，强势回归精英体操界，成为奥运史上获得最多奖牌的体操运动员。她将运动员的心理健康议题搬上台面，这本身就是对抗传统唯金牌论丽景的强大宣言。还有著名的比利真晶晶，在1973年那场广受全球瞩目的性别大战中，她以6-4、6-3、6-3的压倒性比数，直落3盘击败了前温布顿男单冠军鲍比利格斯。这些顶尖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表现，跨越了种族、心理健康以及性别的界限。这再证明了运动员的成就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耀，更是推动整个社会观念进步的政治里程碑。重点来了，前面我们谈论的大多是历史背景所赋予的被动政治，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要把焦点转向主动政治，也就是探讨第3部分，到底谁来定义政治行为，事情就会变得极度复杂与危险。如果我们真的要贯彻政治滚出体育这个看似完美的理想，我们在实务上将会面临一场逻辑与执行上的大灾难。这里有一个最核心也最致命的问题，必须请问各位。在一个号称要将政治彻底排除在体育之外的世界里，到底谁有权利来决定什么行为构成政治行为？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这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权力分配深渊。因为定义什么是政治的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个最纯粹、最高级的政治操作。让我们冷静推演一下，这些潜在的仲裁者有多么荒谬。难道我们要让赛事的主办协会来决定吗？如果是这样，那我必须严厉质疑。我们真的要让像国际足总这样，在历史上有着无数贪腐记录、内部利益纠葛不清的组织，来掌控全球体育界的道德标准与言论界限吗？这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那如果交给商业赞助商呢？各位仔细想想，我们真的要把体育界中可接受的政治阐述交给那些只在乎利润空间、股价表现与公关形象的大型跨国企业来决定吗？如果让企业来定义，
这绝对会让金钱直接凌驾于道德与人权之上，任何可能影响销售的言论都会被封杀。又或者，我们把权力交给球员工会，如果是这样，那他们要根据什么样的规则来保护少数群体或非主流意见的发声权？这些规则在现实中真的有办法不被多数暴力绑架并公平运作吗？这些问题层出不穷，而且充满了伪善与矛盾。我们发现，这仅仅还只是在界定什么是政治行为的第一阶段而已，整个机制就已经面临无解的死局了。我们继续看下去，进入第4部分，荒谬的审查代价。也就是当我们试图强制执行这套行不通的规则时，会发生什么事？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我们在逻辑上发现，根本没有一个具备完美道德正当性的中立机构可以来定义什么是政治。那么，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推演阶段，强制执行。请大家在脑海中想象一下，如果在一个假设的集权世界里，真的达成了某种强硬共识，规定任何政治表态都必须被彻底排除在体育之外，那么，当一个球员不可避免地因为良知而因某种方式表达了政治立场时，这个强制执行的机制到底该怎么运作？执行的手段必然是严酷且不留情面的。这个运动员会面临什么样的制裁？第一步，可能是祭出极度高额的财路罚款。第二步，如果罚款不怕，可能是强制没收他们整季的薪资与高额的比赛奖金。如果这些经济制裁都无法让他们晋升，第三步，也是最极端、最具毁灭性的一步，就是全面禁赛。他们会被彻底剥夺参与任何竞争的权利。无论是哪一种手段的组合，这都意味着运动员和球队将会因为单纯的政治表达行为遭受到极度严厉的惩罚。我们等于是在构建一个庞大且恐怖的惩罚性系统，这个系统的存在目的只是为了压制言论，而它的副作用将会引发寒蝉效应，最终彻底摧毁无数顶尖运动员辛苦建立的职业生涯。我们真的要问自己，这真的是我们想要的体育世界吗？为了让大家深刻体会这种审查制度会带来多么惨痛的代价，我们必须再次提到拳王穆罕默德·阿里。阿里因为坚定的宗教信仰，强烈反对越战与征兵制。这种出于个人良知的反抗，是一个极具深度的政治与道德表态。但这份表态换来的结果是什么？他因此失去了身为一名职业拳击手最黄金、最巅峰的3年半职业岁月。他被强行剥夺了世界重量级冠军头衔，被吊销了拳击执照，甚至面临牢狱之灾。这在今天的体坛被广泛公认是一场巨大的体育悲剧。我们永远无法知道那3年半的阿里能在擂台上创造出多么惊人的艺术。但是，请各位认真思考这件事的严重性。在那个强制要求政治远离体育的假设世界里，阿里的悲剧将不再是历史的特例，而是会变成运作的常态。我们将会因为各种冰冷僵化的审查条款，不断地失去无数个见证伟大运动员在赛场上发光发热的机会。这对人类的体育发展本身，绝对是一种难以弥补的冲撞与倒退。最后总结今天的3大重点，我们进入第5部分，捍卫言论自由。这也是今天整集知识拆解的最终核心启发。我们今天深入分析了体育本质上的被动政治属性，检视了历史上那些无法被切割的伟大脉络，也透过逻辑推演了审查机制在执行上注定面临的彻底崩溃。这所有的深度分析，最终都指向一个极度清晰的结论：试图建立一套让运动员晋升的制度，其背后隐藏的集权与危险程度，远远超过了运动员所发表的任何政治声明本身。强行将政治与体育剥离，不仅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更是一种对人类基本权利的粗暴剥夺。这就像英国知名作家伊芙琳·霍尔在归纳伏尔泰思想时写下的那句著名的格言：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体育的最高竞技场上，我们身为观众，或许不见得会同意每一位运动员的政治立场或抗议行为，但是我们必须坚定地捍卫他们发声与行动的权利，因为正是这些多元的声音、冲突的信念以及为弱势发声的勇气，赋予了体育超越纯粹输赢的最真实价值。
各位不妨在心里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为了解决眼前的争端，图一个表面的和平，而选择亲手阉割了体育为社会不公发声的灵魂，那么未来的竞技场究竟还剩下什么值得我们热血沸腾？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体育与政治从来就不是两条平行线。从国家代表队的被动政治到运动员发声的主动政治，这些维度丰富了我们对竞技的共鸣。若强行审查，不仅执行上有着荒谬的代价，更会剥夺言论自由。捍卫运动员的发声权，才是体育晋升的真正展现。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订阅，还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